一只小狮子偷偷跑到鸟窝里，想要舒舒服服的睡一觉，却没想被老鹰妈妈发现赶了下来。幸好路过的女孩反应及时，一把接住了它。她也是有些莫名其妙，为何老鹰的巢穴里会出现一只小狮子？看着这个嗷嗷待哺的小家伙，善良的女孩将它带回了家。就在她想着该如何处理时，家里又突然闯进来一只白狼，嘴里还叼着一只小灰狼。她毫不客气的便进到了屋里，女孩一下就懵了，难道老天是想让自己开动物园吗？她拿上手电筒，小心翼翼的靠近办公桌。白狼她是认识的，从小就生活在这片林子里。可这只小灰狼是哪里来的？很明显，它不是白狼的孩子。家里一下就突然冒出来3只动物，女孩也一时没了主意。随后从祖父那里才得知，昨晚有一架飞机在这里坠毁，而里面运送的正是小狮子和小灰狼。小狮子是猎人从非洲抓回来的，猎人残忍地杀害了他母亲。之所以抓他，是因为马戏团还缺一头狮子表演。小灰狼则是要送往动物保护中心的，因为它已经是濒危物种了。听完祖父的话，女孩赶紧拉着他进到了屋里。看到这一幕，祖父也懵了，自己家竟然成了动物园。他建议女孩打电话给动物管理局的人。好巧不巧，这时他们刚好找上了门。祖父见状立马就要离开，因为他和那位带头的女管理员有段孽缘，而他们此行的目的正是为了小狮子和小灰狼。但女孩却隐瞒了这一切，因为她不想看着可怜的小狮子成为马戏团的玩物。动物管理局的人当然也没有丝毫怀疑，虽然女孩成功的救了他们，但现在却有个难题摆在她面前。这2个小家伙都还在哺乳期，该如何给他们喂奶呢？好在有白狼在，虽然不是一个品种，但起码都是狼吧。可小狮子怎么办呢？没想到这个家伙也毫不客气地凑了上去，也不知道合不合他的胃口。好在白狼妈妈也不吝啬，看着这2个小家伙开心地喝着奶，她也终于可以放下心来了。自此他们就暂时住在了女孩家里，每到吃饭的时间，白狼妈妈就会跑过来给这2个小家伙喂奶。他们一起在林间小屋睡觉，无聊了就一起看书。小灰狼甚至还学会了弹钢琴。可好景不长，这天白狼妈妈正在林子里闲逛，却不知此时有2个猎人盯上了她。他们用麻醉剂迷倒了白狼，随后就将他带走。等女孩一回来，只看到屋子里一片狼藉，原来是2个小家伙觉醒了哈士奇血统。其实是他们太饿了，又没有找到白狼妈妈，只好把家具当成食物给咬了。女孩也意识到了这点，她立马就出去寻找，可找遍了整片林子也没见白狼的身影。她以为是白狼妈妈抛弃了他俩，女孩也只好充当起母亲的角色来照顾他们。可等她刚一睡下，这2个小家伙就迫不及待地跑上楼，熟练地跳到了女孩床上，因为小孩子都是要跟着妈妈睡的。到了早上，女孩正在给他们喂食，这时祖父却恰巧跑了过来，看到小狮子和小灰狼还没有被送走，生气地质问起孙女。虽然女孩极力地去解释，但不免还是被他一阵数落。其实祖父也是担心孙女的安全，毕竟这2个小家伙都是实实在在的野兽。可看着孙女可怜巴巴的样子，他还是心软了下来，答应了这件事。春去秋来，时光荏苒，这2个小家伙也终于长成了猛兽的模样。看到祖父害怕的样子，女孩还故意吓他，不过为了安全起见，她还是将兄弟俩关到了后院。虽然看着孙女和他们很亲切的样子，但祖父还是担心她的安全，生怕哪天他俩会觉醒血脉伤害到她。为此他要求女孩每天都要用对讲机和他通话。或许这个担心是多余的，2兄弟从小就被人类饲养长大，早就失去了野性，但他们总是喜欢往外跑。女孩害怕他俩会伤到其他人，每次都要焦急地去寻找。好巧不巧，这天一对母女来到了这里，正好被2兄弟看到，他们想要上前打招呼。就在这危急时刻，女孩及时出现了，她立马上前制止，却没想自己被石头绊倒，摔晕了过去。不过好在母女2人已经坐船离开了，而2兄弟则赶紧跑上前查看女孩的状况。见她没有动静，小灰狼就用身体使劲地推搡着她，可半天了，女孩也没有丝毫要醒来的迹象。他们焦急地呼喊着救命。为了保护她的安全，2兄弟则一起守在了女孩的身边，而另一边的祖父已经呼叫孙女好一会了，也没有听到回应。他立马意识到不妙，赶紧开船去寻找。小灰狼的哀嚎声吸引了他的注意，随后他拿起望远镜，终于发现了晕倒的孙女。可他却误以为这是2兄弟做的，连忙呼叫了动物管理局的人。好在女孩只是轻微脑震荡，休养一阵就没事了，而2兄弟则被送到了动物管理局。原来之前抓走白狼的2个猎人是动物保护中心的，为了拯救这个濒危物种，他们过来接走了小灰狼。可小灰狼一来到保护中心，就在那拼命的嚎叫，没想到他的叫声却吸引来了白狼妈妈，她过来带走了小灰狼。但小狮子就没那么好运了，来接他的是马戏团的人。当男人看到这个赚钱的工具，立马就开心的笑了。很快他就被带到了马戏团，看到如此多的陌生人，小狮子很害怕，他不知道自己将会经历什么。这个男孩想要安抚他，却被父亲严厉的制止了，因为野兽是不需要被同情的，只需要用武力驯服他们即可。男人先是给小狮子打上1针镇静剂，随后就拿出长鞭抽打他，以此来消磨他的兽性。男孩看着实在是不忍心，而另一边的女孩也从昏迷中苏醒过来。当她得知2兄弟已经被送走后，不顾身体有没有完全康复，就要跑出去寻找。她从动物管理局那里得知了他俩的去向。女孩先是给保护中心打去了电话，得知小灰狼一切都安好，她也放心下来。和族群一起生活或许才是她最好的归宿，但她不知道小狮子过得怎么样，于是决定找遍全世界的马戏团也要找到他。此时小狮子已经被拉上舞台开始表演。
他被男人关在一个木箱之中来供人们取问。在随后的日子里，小狮子被带到了各种地方进行表演。笼子虽然能困住他的身体，但却阻止不了他和小灰狼的羁绊。这天马戏团经过动物保护中心时，小灰狼一下就听到了好兄弟的声音，立马就挖洞跑了出去。他一路跟随找到了马戏团，趁没有人在，小灰狼想要解开锁链救小狮子出去，可他哪里会开锁，于是就找来一根棍子想要撬开，结果两兄弟咬了半天也没打开，还把棍子给弄断了。外面的动静很快就吸引了男人的注意，小灰狼见状立马开溜，藏到了一旁的木箱后面。男人打开门想要教训这个不听话的家伙，于是小灰狼就趁机扑倒了他，随后就带着小狮子逃跑了。两兄弟终于又见面了，他们都开心坏了，一路上嬉戏打闹，述说着最近的遭遇。而另一边的动物保护中心正为小灰狼的逃跑一筹莫展。大胡子突然想到，他是不是去找妈妈了？ Maybe he's looking for his mommy. Maybe he is looking for his mommy. 随后男人就立马打电话给女孩，得知小灰狼逃跑后，他开心坏了，因为女孩知道他是去找小狮子了。眼镜男还觉得他是在开玩笑，可当从马戏团那里得知一切后，才知道女孩说的都是真的。两兄弟一路寻找着回家的方向，饿了就偷偷跑到便利店偷吃的，却没想弄出的动静惊醒了里面正在睡觉的保安。保安一出来直接懵了，一头狮子和一只狼正在逛超市，紧接着他立马关上门赶紧报警。吃饱喝足后，两兄弟开心地跑了出来，周围的居民瞬间就吓傻了，以为自己是在梦游。第二天就出动了3支队伍寻找他们，一边是女孩和眼镜男，一边是警察，还有一边则是马戏团的人。马戏团的男人第一个发现了小狮子，就在他要举枪射击的时候，却被小灰狼看到了。为了救兄弟，他立马跳上前扑倒的男人，但自己也被麻醉枪击中了。男人看到这是动物保护中心的狼，有些慌了，他赶紧要儿子拿掉他脖子上的项圈并扔掉，以免被发现，因为刚才麻醉枪的剂量很有可能会要了他的命。随后两人就不甘地离开了。小狮子看到晕倒的小灰狼，立马就叫醒了他，好在他并没有什么大碍。而另一边的女孩和眼镜男跟着项圈上的定位找到了男人，眼镜男询问他小灰狼的下落。就在男人想要撒谎时，男孩拿出了口袋里的项圈，原来他并没有照父亲的话去做，他早就看不惯父亲对小狮子残忍的做法，于是决定要带他们去找小灰狼。很快他们就来到了这里，可小灰狼却早就不见踪影了。就在3人一筹莫展之际，男孩突然想到小狮子喜欢听钢琴，就这样他们一路上沿途播放钢琴声，果然小狮子听到后就循着动静找了过来，眼镜男则吓得坐在车上一动都不敢动。随后女孩就跟随着小狮子找到了小灰狼。这个小木屋以前女孩经常带着他们来，两兄弟也很聪明，知道躲在这儿，可没想到男人竟然一直跟着他们。他用枪逼迫女孩将小狮子交出来，好在这时男孩出来制止了父亲。父亲本以为这样的工作是儿子喜欢的，所以才买来了小狮子，希望他以后能在马戏团大展宏图。可男孩喜欢的是和动物交流，而不是用动物去赚钱。父亲这才明白过来，带着他离开了。可眼下还有一个麻烦，女孩让眼镜男找到自己的祖父，去神奇树下等他。就在警察找到小木屋时，女孩已经带着两兄弟从后门离开了。他们一路穿过丛林，来到了神奇树下，而家就在对岸。女孩想要带着他们游过去，可此时警察已经追了上来。为了女孩和小灰狼的安全，小狮子决定独自去引开警察。If you go back there, they're gonna kill you. Don't have to sacrifice yourself for us. It's okay. We'll make it. We'll go. We'll all be fine. 最后他还是转身默默地离开了。没办法，女孩只能先带着小灰狼游过去。紧接着林子里就传来了几声枪响，女孩知道小狮子可能大概率不在了，但她还要保护小灰狼，只能强忍泪水继续向前游去。上岸后，小灰狼就立马跑到了桥边，望着神奇树的方向，可始终也没等来小狮子的身影。He's not coming back. 就在这时，林子里又传来了几声枪响，紧接着小狮子竟然从树林里钻了出来。女孩不敢相信这一切，两兄弟又能愉快地玩耍了。虽然故事中的小狮子和小灰狼不是同一个物种，但从小一起长大的他们却能为了彼此牺牲自己，这是一段跨越物种的感情羁绊。致敬每一个来到这个世界的生命，拒绝动物表演，从你我做起。